亲爱的股市投资人，心里面一定是七上八下。我们其实非常笃定是 AI 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浪潮，而台湾就站在这个浪潮的浪头上面。我们当然享受最大的好处，我们也在股市上面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利益。但没有想到，到了48000点的时候，整个股市进入非常剧烈的震荡。我们也看到了外资不断的卖压，这个礼拜更是上冲下洗。比如礼拜一的时候，多空交战，整个空头留下了一个1058的上影线。到了第二天，整个多空交战以后，又留下了一个1083的上影线。很多投资人都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说一天有1000多点上下影线这样的一个震荡。这个跟过去有很大的不一样。那如果这个跟很大的不一样，它到底告诉投资人什么样的状况？现在 AI 的 party 真的结束了吗？还是只是一个过渡的阶段？看到 AI 这样子上冲下洗，再看到了外资不断的在台湾这样的一个提款，作为一个台湾的投资人，我们的心里到底该做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还有人讲说，现在川普很明显的已经把中国当成了一个战略的一个敌人，而作为这样的一个宣示，对台湾人来讲，对我们的战略地位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那到今天，我们又特别邀请了财经专家，也就是总体经济这个学者吴家龙吴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家龙你好。宝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那家龙，我们刚刚讲到很多的这个投资人，很多告诉我说，我从来没有在台北股市看到这样子上冲下洗。刚礼拜一留下了一个1058的这个所谓的上影线，到了第二天又1083上影线，等于说连着2天1000多点这样上冲下洗。那当投资人就很害怕，那这个很害怕的状况下，我现在这个台北股市还能够再进去吗？上冲下洗呢，这个是因为第一个时间点，从6月结束进入七月哈，那第二季结束了嘛，现在7月下旬会开始法说会，对，然后在这个法说会前的空窗期，你会看到这种震荡就是这样时间点来的。然后呢，第三季通常是电子业的旺季嘛，也是那个航运业的旺季，很多货要送嘛，要赶着感恩节出货。所以呢，理论上来讲，基本面的支撑是有的但是呢，在进入这个基本面支撑之前，美国这边会有一个8月的那个空窗期。8月，为什么呢？第三季的8月纽约非常热，所以呢放暑假。8月下旬到就是8月底为止基本上只有留守人员，大部分是留守人员。主要工作人员都去避暑。你这华尔街跑去避暑？不是，没办法，太热然后呢，9月1号 Labor Day 就劳工节结束以后，这个放假结束以后，恢复上班，下半年开始了，下半场开始，然后分析师回来开始上修财测、上修平等什么什么，开始干活了，是这样子。那时候才开始。对。可是8月份，你看，很多时候股灾都在8月份，有时候8月初，有时候8月底。为什么？因为只剩留守人员的这种行情它容易成交量萎缩。成交量萎缩了，因为大部分的人不在嘛对。另外一个时间就是圣诞节到新年嘛，这2个期间华尔街接近空城了要只剩留守人员因为交易量清淡，所以容易被操纵，容易拉抬，所以很多人就会利用8月份把行情打下去。对，所以然后在4月、5月的时候，就是说，小心夏天可能会有股灾，或会拉回10%、20%这种。每年的4月、5月都是发生这种事，还有这种状况。然后呢，到了8月的时候，你会看到有时候真的，你看吧，8月有时候真的会出现拉回，各种理由。然后呢，到了9月初的时候 ，Labor Day 结束，劳工节一结束，放假结束，然后回来的话，恢复干活了，整个行情拉上去。我在纽约碰到这种局面太多，我才发现在纽约点输的，我才发现，有这回事就是说8月份有可能这个事，然后呢，7月上旬是所谓法说会前的空窗期。对，那有时候会容易拉抬，因为你不晓得到时候法说会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所以看好的人可能把它拉上去，看坏的人又把它获利了结，就是来回震荡。有很大的机会。那有人讲说，现在的资金出现了一个非常拥挤的状况，因为我们看到了 SpaceX 的这个上市，再看到了这个 ADR 这个海力士 SK 海力士的这个上市，他把这个钱拉得太多走了，而且还不讲说，在这个标普500里面，过去半导体在标普500里面都是占3%到5%，最多不曾超过8%，现在已经占到20%，所以这个资金的排挤已经太严重了，这个资金已经变成现在股市的重大问题了。所以它可能会有一些震荡嘛，就是说要把那个投机性的买盘还是短线浮额能够清洗出去，叫做换手。换手的结果呢，新进来的人还不急着卖嘛，
比如说你如果台积电的话，比喻说哈，你在那个2300、2400进来的人，你不会在目前这个价位急着卖嘛，你可能会撑久一点再来卖。可是如果你不整理的话，那么1700、1800买的人可能憋不住了，或者1400、1500买的人憋不住了，他要卖嘛。所以你一定让他们下车以后换一批人上来，叫做换手。换手之后呢，筹码沉淀的比较好一点，然后继续攻就比较轻松嘛。所以总是涨一阵子以后会还拉回整理，拉回整理不等于行情结束。它是在为下一波行情累积能量。对，因为你如果一直拉不行啊，你一直拉到最后，人家还不是倒给你，你还不是撑不住，你还不如说拉回来，你们信心不稳的人赶快卖，我跟你卖，卖完了之后我继续拉嘛，我继续攻嘛，因为基本面的消息会出来嘛，对，我继续支撑这个行情。产业革命的意思就是说，它不断的会有基本面的利多消息出来，让你觉得这个是有机之谈，支撑你的那个高股价的这个评价嘛，后面会不断的有那个好消息出来嘛，这叫基本面嘛，基本面支撑你的，并不是在。可是现在到底是一个行情已经结束，还是它只是一个震荡嘞？行情还没结束，还没有吗？对，因为我们大家要认识如果你是景气循环的话，最多1年半到2年，就是走完这个短期扩张，景气扩张。但是呢，我们现在碰到的绝对是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话，不会走个1-2年而已，好歹走个5-6年。我们回顾一下那个网络革命的时候那个 PC 那个年代 ，Windows 95推出来，到2000年3月10号，纳斯达克到最高点爆掉，中间它5-6年嘛。所以呢，那个中间呢，97年香港回归有那个东南亚金融风暴，98年有那个俄罗斯债券风暴，最后呢98到99这2年，思科涨28倍。所以整个产业革命的后面会爆发，中间的话会有一些疑虑啊，有些什么事情啊，让投资人好像震荡一下，这都很正常。因为最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认定这个是产业革命的话，我们了解产业革命有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基础建设投资，第二个阶段各种领域的商业应用开出来，第3个阶段进入市场过热才会结束。市场没有过热，这一次的产业革命就不会结束。所以呢，我们现在是在前期嘛，就是苏志峰讲的，我们在第3局嘛，对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疑虑，不敢相信行情真的可以这么好。对，当你有疑虑的时候，表示这个还不是泡沫。什么叫泡沫？我们讲一下泡沫是投资人买出来的，可是你买的时候，如果你认为这是泡沫，你怎么敢买？对，所以你买的时候，你认为这不是泡沫，你才买的嘛，你才买高追高嘛，对不对？准备卖更高嘛。所以你认为这不是泡沫，当然事后看还是泡沫，对不对？可是当下你不认为这是泡沫。你有信心，这叫过度乐观了你只是事后才知道。那现在的话，你不敢过度乐观，你在疑虑这个疑虑那个嘛，那表示你现在市场情绪还没有进入过度乐观状态，所以这不是泡沫，这是拉回整理、震荡整理。对，一旦大家都认为，但我们从了1万点、2万点、3万点一下冲到4万点，这还不是泡沫吗？你想想看，那个我们以韩国做比较，韩国在12月底的时候，去年12月底的时候是4200点上下。现在呢，过9000翻倍嘛？请问他用多少时间翻倍？半年呢？我们台湾去年6、7月的话是22000现在到了45000、46000的话是翻倍，对不对？我们用1年时间翻倍，他用半年时间翻倍，我们还没有过热，我们没有韩国那么热。韩国是因为它记忆体的那个毛利率到80%，超过台积电呢，它那个记忆体的部分涨太凶了嘛，把整个大盘拉起来。所以我们台湾还不是最热的还有人比我们更热。所以我们大家要了解的就是说，第一个，你确认这个是产业革命，不是短期景气扩张不是景气循环那种。第二个的话，产业革命会有一段这个期间要走，第1段、第2段、第3段，这样一段段走下去。我们目前在第1段嘛，毫无疑问嘛。对。那所以呢，我们产业革命还没结束那所以在这个第1段、第2段的时候，我们都会有疑虑。一直到第3段，我们没有疑虑了，我们相信这个是才真的了那个时候过度乐观，对不对？那个时候才有泡沫的风险。现在我们小心谨慎，整天疑神疑鬼，表示这个不是泡沫。可是泡沫不会让你疑虑，有这么多疑虑的啦。好，那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讲各种利多，又营收的这么好，可是你看到它进到了这个它这自己的2500的时候呢？它就不断的在波动，那难道不是已经碰到一个顶端了吗？你回想一下前阵子2000块到2100不是也波动吗？后来又跌到1800甚至于跌破1800，那后来整理好了后不就拉起来了吗？现在一样嘛，像2500这个2400、2500这边在震荡嘛
一旦震荡差不多以后，换手差不多以后，它就过了嘛。因为台积电的营收获利后面还看涨嘛。现在我们今年这个年度的话，预估是95块到100块这个区间，对不对？我们就算100块好了。如果本益比25倍的话，就2500嘛，就差不多嘛。现在这个价位，那接下来的话，它还有新的那个产能完工嘛。然后完工以后贡献于营收获利嘛，这个毫无疑问，而且它现在毛利率在走高它去年第4季62%，今年第1季66%，据说现在可能往70%走那可能还追不上这个记忆体的80%的获利这个毛利率了所以台积电的情况 OK， 因为它这个就是基本上看不到对手然后呢 AI 的需求没问题。实际上 AI 的需求还远远超过台积电预估的。魏哲家去拜访客户还不够，他去拜访客户的客户，然后他确认这一次需求来真的，所以他才敢放手扩充产能。你是说台积电的扩充是已经把这个状况搞清楚了才敢扩充？至少他做过功课他确认这一次的话，这个产能扩张 OK 可以接受。因为你扩张完产能之后，然后那个时候需求冷下来了，你完蛋了。对，所以设备支出产能扩张的这个投资支出，一定要对将来的需求有很大的把握才敢这么做，否则你产能完工以后，需求冷下来就没了，完蛋了，就浪费了。对，所以为什么航运界不太敢买船？因为他们碰到这个例子，等我船买了之后，我的运输能量扩张以后，哇，景气下来了。所以他们才会很保守，所以为什么航运界的那个本益比都很低？原因在这里。那科技股不一样，因为它有成长空间，它有想象空间，它本益比会比较高。那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台积电的那个上限还没有到天花板那拉回整理很正常，因为其实之前也拉回整理过你看没？以前一开始到600多的时候，不是也拉回整理吗？到500，然后就过600到800多900，那1000块900块那边也整理过那现在1800、2000也前阵子也整理过所以台积电整理是很正常的。那如果台积电有拉回整理的话，我建议投资人就大胆买进没有关系，因为台积电到目前为止拉回整理没有来一次，没有再创历史新高，你看无一例外。那要怎么样拉回来？是哪一个拉回的点我才可以参考？像现在这种盘整都是拉回嘛只要拉回的话，你买起来都放心有这么？你看我有一个朋友他在1400的时候买了报到现在，他很高兴等于说过阵子要请我吃饭对不对？那去年那个对等关税那一阵子的话，台中有个企业家请我去演讲以后，他真的去买了500张我问他你价格多少，他说那个900900报到现在。不过他后来500张里面卖了50张去换鸿海这样子。所以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如果有报的话，这个大概都是翻倍然后呢，我昨天碰到一个人，他跟我说他800多买900多卖我房东他说这捶胸顿足那没办法嘛，是不是？你卖了嘛，你获利了嘛，对不对？这样子，就是说台积电到目前一路走高，但是中间盘整换手，然后再攻时机成熟它会再攻因为现在外资的目标价有3500、3400、3300都有嘛。对我是很早就喊说，你先看个3500再说，因为有人喊5000，有人喊6000，最新的人我听到有人喊8000。我说不用那么急，我们先看个3500。对，你从2500到3500的话，1000点，对不对？然后台积电涨1块钱，大盘会涨8点嘛所以这1000点的涨幅的话，乘以8就8000嘛。那现在45000、46000加个8000点，不就54000上下了吗？对不对？所以过5万点是光是台积电自己就会有这个贡献，然后带动那个什么鸿海、大立光、联发科，那肯定过6万了嘛。那所以这个后面还有行情可期待的至少你这个是可期待的了这个前景。那换手整理是一定要，因为你一直涨到最后，人家还不是憋不住卖给你。所以每次涨一阵子整理，涨一阵子整理，这是正常。好，那这个整理，我觉得我非常好奇是，它是一个等于说你在股市它的这个自然的，还是说你就看到外资现在刻意的去把这个所谓的浮资把你洗掉？因为外资我觉得很妙是，他在上半年他明明在台湾卖超了8000多亿，可是他又进来了，等于说又进来了1.2兆。因为外资虽然走了一点，他进来的更多。因为我钱是留在这里，那我一方面我台积电我又跟你讲说，我看到上看3000，我上看3500，可是我看得这么好，可是我一边我又去卖台积电股票，我去压你这个整个台股，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嘞？这就是所谓洗盘，你就外资刻意洗盘。对，这就是典型的洗盘，就是说如果你有信心，你不会受这个波动影响；如果你没有信心，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可能说好，我干脆卖了，对不对？获利了结，那就是你被洗掉。他一定要把所谓短线浮额洗掉，他这个行情拉才拉得动。对，
你要知道它才有利差可以赚。那个创历史新高的行情，特别是这种大型股不可能是散户买的，这个一定是法人买出来的。那法人买的时候，他一定要确认这个融资有降下来，湖额有洗干净，筹码比较沉淀，比较安定，它才好动嘛。不然的话，它硬是动了，结果也还是什么，就是说事倍功半嘛。对，说它这个整理是一定要的，换手是一定要的。所以你说外资或者这些法人会刻意的这个整理。对，而且我发现外资有个特色，它一下子大买，然后隔天大卖，买超卖超交替。对，就像我们刚刚礼拜一的时候，等于说下影线1058，第二天又下影线1083，它等于每天就给你这样上冲下洗。对，这是典型的洗盘。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就是在上升过程中，如果你出现上影线，表示曾经到这么高，最后收的时候降下来，对不对？这叫上影线。这个上影线随后会再度来拜访这个区间。把这个区间补回来，这怎么形容啊？拉锯一下，在这个区间里面再拉锯一下，那甚至于还会过这个高点继续攻，所以上涨过程中有上影线，表示买盘有进来，但是卖压过来以后把它压下来，所以在过程中它在消化这个卖压，所以上涨的时候看上影线，反过来讲下跌的时候要看下影线，下影线表示说卖压很重，虽然被暂时撑起来，可能还没有结束，所以上影线跟下影线其实是在预告未来的方向，所以如果你出现在上涨过程中出现上影线，这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是你不要以为说卖压很大把它压下来，对不对？其实那个是多方礼让，我给你卖压消化完之后，你觉得多头会怎么干？就当然都动手了嘛。那你空头一样嘛，空头杀下去，然后你买盘上那个涨上来，对不对？表示有人来低接，对不对？那没关系，空头让你接，接完之后我杀下去，你还是得吐出来。所以这个多空交战里面我们要看的真的还是趋势本身。如果趋势是往上走的话，中间一定会有拉回。这个拉回其实是给你买，但是呢，它把很多短线浮额洗掉，然后筹码比较沉淀，融资的那个情况也比较消化一点，这样它才好后面拉。所以它没办法，它一定要洗盘。好，那你说我们一直在讲，台湾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利基支持，因为我们刚好站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本来你想想看，如果我就要面对中国的竞争，不管是中国半导体的竞争，中国的这个所谓的 AI 设计的竞争，台湾都会非常的吃力。可是现在美国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川普讲，他现在讲说他要对抗共产主义，你说这不是随便讲的。然后另外就是他也讲出来说，2027年美国的所有的军工产业里面不可以有任何的一个原料，不可以有任何一个零件是中国所产出的，他要彻底的非红供应链化。你说这个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一个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这个制造业撤出中国，叫做脱钩或者你说的去中国化。那第二阶段呢，就是你在中国的企业生产的零件元件，我不买了，我不跟你下单那关税的话是逼你出来嘛你在从中国出货有关税，如果你从别的地方出货就没有关税，等于要把制造业逼出来。然后呢，出口管制限制就是你买不到设备技术等等重要零件等等，我不让你买得到，就是出口管制技术限制这样子。那现在的话就变成说，就算你会做一些零组件无人机的什么零组件，那不可以买嘛就是要恢宏供应链嘛。那这个是一招又一招，一层又一层。那就像你说的，这个摆明了美国真的把中国当作对手然后呢开始划清界限，等于说川普说我给你们足够企业足够的时间调整，足够的时间转移你不要说我突然间这么做已经好几年下来了，你们也应该知道政策方向，所以一步一步在上紧发条，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很重大的这个战略转变。本来我们讲到台湾的这个优势是半导体，因为你要发展 AI， 发 AI 等于说是国力，所以美国在 AI 上面跟中国一定是残博高碎博了，我一定跟你楚河汉界。现在不只是这样子，很多人讲说台湾的无人机会是我第二个的护国神山。你想说台湾有这么大的市场吗？无人机未来有可能像 AI 一样这么样的普及吗？可是我们最近看到了，俄乌战场上现在已经完全用 AI 来控制，完全是无人机控制了。而且我看到台湾的无人机最大的这个所谓的出口国，居然是沙烏地阿拉伯。那你又看到了乌克兰的例子很清楚，是我的重点不是谁生产无人机，是哪一个无人机可以跟美国的大脑 Palantir 的所设计的那个 AI 战场管理能够配合。也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面，
虽然中国现在无人机的制造是天下第一，可是你不能容许中国制造的无人机列放到了美国的这个 AI 整个战场管理的系统里面。如果你把中国无人机放在美国的 AI 无人战场管理里面，中国的 AI 中国就会窃取这个 AI， 所以你就代表说，你未来台湾会帮着美国去排挤中国的无人机市场吗？那如果未来台湾是跟着美国去排挤中国的无人机市场，有可能吗？如果真的有可能，那对于台湾的无人机的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这个所谓的美国西部了耶。你讲到这个有没有这个可能？答案是一定一定。那现在我们直接讲重点哈，就是无人机改变战争的面貌。对，小国没有办法搞那些大型装备嘛，就搞无人机嘛，像包括乌克兰现在可以攻到莫斯科，还攻到西伯利亚，离乌克兰2000公里那个最大的炼油厂这些，用无人机展开各种攻击嘛，然后呢，伊朗也是用无人机攻击中东的美军基地或者阿拉伯国家嘛，所以小国的话要大量使用无人机、无人舰艇，美国也开始用，所以将来给台湾下订单的还不会只是沙烏地，还有谁你知道吗？还有谁？美国美国会对台湾下单，现在是这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点，无人机里面，如果你性能不是最好的、最强的，那你碰到那个最好的、最强的，你根本不是对手，对，你马上被干掉。所以要买无人机的人一定要买最好的，就是赢者通吃了，到时候一定赢家通吃了第三个，因为那个是存亡的问题。对啊，你是二流的，碰到一流的，你怎么玩嘛？所以大家要买无人机的话，一定买那个最顶尖的就是这种市场的话，就是说很像说你去看剧的时候，你去看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你不会去看第3名、第5名的你就看第一名的那个剧一样然后所以再来，台湾这边不是已经有晶片的那个产业链，有 AI 的产业链，对不对？那无人机也有一些那个重要的东西，我举一个例子无人机现在要降低重量，在空中能够停留久一点，对不对？这个材料叫做新的一种碳纤维复合材料。对，然后这个碳纤维是台塑集团。对，所以最近台塑集团有反弹上来嘛？就我举一个小例子嘛那将来可能还会用到电池，用到通讯，用到那个视觉模组，就是眼睛对，然后很多地方台湾都有供应链嘛。台湾可能有某些地方不行，某些地方可能别人有，美国啦还是谁有更好的技术。那这些技术它肯定没有什么光学镜头电池模组什么材料这些东西嘛。它可能有这个东西很好，所以他会来找台湾做互补，就是其他无人机的这些好的那个东西什么陀螺仪什么，反正一大堆的那种精密技术什么东西，他会来找台湾，以便在台湾组装制造成那个最终产品。所以他不会说自己去搞完整的生产线，他太累了。就是跟晶片一样，很多订单会下到台湾来。对，所以如果别人有比较尖端的技术，他也会来台湾找合作对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这个，因为你现在沙烏地买的那个无人机还是伊朗或者土耳其还是以色列的无人机，如果你不是顶尖的话，你碰到那个顶尖的你就被干掉了嘛。对，所以你买无人机一定要买最顶尖的嘛，而最顶尖的这个技术会跑来台湾嘛，跟台湾现在的产业链来合作嘛，这样有互补性。否则，比如说我有一个软件很强，可是我得自己搞整条生产线，那太累了嘛。对，所以一定来台湾找合作对象嘛那将来的话，美国看到这一点的话，美国现在自己需要很多无人机、无人舰等等嘛，他会把订单下来台湾，然后不只是沙烏地。沙烏地这个东西还只是那个试车试看，这笔订单如果好的话，说不定后面还有更大的订单。那现在的话是无人机这个产业，台湾绝对有能力撑得起来，哪怕只是少了几样比较尖端的技术，没有台湾没有的话没关系，就飞行陀螺仪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个可以买可以引进，但是台湾有整套的那个产业链在这边别人没有嘛，别人要来跟台湾合作嘛，就是别人可能有一些东西台湾没有可能有一些。但是呢，这个是可以跟台湾合作的嘛，那所以将来很可能美国从 AIT 处长的发言，我可以感觉出来，美国打算把无人机产业链放在台湾，就跟当年想把晶圆制造、晶片制造放在台湾很类似，他会培养台湾的人才、技术引进、技术移转，可能都会，你将来都陆续看得到。那这里有一个呼应，就是你刚刚提到的辉宏供应链，就是说我们不能对中国的企业的零组件去下单。所有订单一定要在这个就是中国企业之外了，就是辉宏系统。对，那这样的话当然对台湾是加分，因为基于安全考虑，美国不信任中国。那基于信任的关系，美国开始
那个拉拔台湾，所以从安全到信任，订单就从中国到台湾，就转单效应就来了。所以台湾将来接的单还不只是捷克跟波兰买了送给乌克兰去用，或者沙烏地阿拉伯那边预防伊朗又来突袭，将来各国包括美国大国自己各国都要玩无人机，而这些无人机的话，你只能买顶尖的，你买那个二流三流的没有用。对，所以顶尖的谁做？就台湾嘛。所以到最后一定是这样子。趋势只有台湾会做吗？也就是说，今天的晶圆制造在台湾，是因为台湾有个台积电。那因为这个台积电，我们的在这个良率啦，在我们这个大量生产上面，没有人可以赶得上，所以我们今天稳住了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在无人机上面，我们有什么样过人之处？我们有什么样的特点？而这个强到说，美国它一定会跟台湾合作了。这是因为整个制造链制造链不能，比如马达那个光学镜头，对不对？材料通讯。一大堆东西，这个要在台湾这边做。然后呢，如果你有什么尖端的东西，从美国到以色列，你一定是引来台湾嘛，在台湾这边完成整个制造嘛。否则你以色列自己搞一个生产线，还是你美国搞一个生产线，没办法嘛。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推测将来有任何比较尖端的无人机相关的技术的话，一定来台湾找合作对象，然后他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有，对不对？那互补嘛。所以将来从美国最近的发言已经看出来，美国准备让台湾来接这个盘嘛，就是说无人机这个产业链还是要落在台湾嘛，然后呢，台湾没有的我们给嘛，我们引进来嘛，或者让台湾买技术也可以嘛，我估计会有这个局面出来。各位宝洁朋友圈的朋友，大家好，您对我们的支持，还有您对我们的指教，其实我们都会认真的阅读，因为您的每字每句都是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要自我检讨，甚至我们未来怎么去调整方向的一个关键的因素。所以我们就刚刚讲到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些留言有什么留言，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子来的跟观众来进行回答。淑娟说：“支持宝洁及团队，你们是最优秀的。”非常谢谢您的肯定。当时讲说，我们的节目其实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那这种改进也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工作。听后X5R他说，政府部门主管机关应该管理一下，坚决不让中共产品进来台湾。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很难思考，是说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网购，现在很多的网购居然是有很多的中国的网购是这样直接进来。那你如果说没有任何的管制，现在很多国家都有管制，我也不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台湾在这方面没有管制。你没有管制，第一个你的品质，第二个你是对台湾的商业、对台湾的产业会不会有伤害，这都是政府应该面对的问题。Rookwood 0222他说：“天佑台湾，感谢宝洁，一起保护台湾，台湾人加油。”当我们希望说，在台湾这块土地里面，我们真的好好的守护，好好的来保护这个国家。Karen 说：“感谢宝洁哥制作这么好的节目。”其实能够做这样的节目，其实是我觉得那是一种福分，那是一种福报，我们会非常珍惜。喂，20110他说他看了郑习会那一集，他说只有我觉得郑丽文尖嘴猴腮，面露凶相吗？对于郑丽文是不是尖嘴猴腮，我们不予置评。立刻他看了川普无视习近平警告的那一集，他说中国与和平水火不容，要改成这样子比较通顺。也就是说，中国跟和平水火不容。其实今天要追求和平的，其实是台湾。我们从来没有挑衅过对方。好，刚刚讲到的，我们非常认真的在做我们的一个工作。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我从以前我其实没有任何政党，那我也不去标榜这个东西，我只告诉你说，我们现在在这块土地里面，我在民进党跑那么久的时候，我学会一句话：相信台湾，相信人民，相信台湾，相信人民。这是我做这个节目里面最中心的思想。